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北京自7月29日开始连续强降雨，西部、西南部、南部迎来特大暴雨。这轮降雨整整下了3夜，持续超70多个小时，导致北京13个区受灾。与此同时，故宫博物院因暴雨积水的视频也让网友们对故宫博物院的排水系统功能提出质疑。这些年来，在网络上流传着一个说法，就是北京故宫体现了古代匠人设计的高超智慧，600年来宫中从未发生过雨后积水的现象。至于雨后故宫积水的照片和视频，则说明建国后对故宫的改建破坏了古人的设计。情况真的是这样吗？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加关注，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先说结论，明清两代都会在每年3月的时候打开故宫暗沟进行清淤。目前故宫每年春夏秋进行3次清淤，清淤的次数并不少。为什么慈宁宫还会积水？因为每次清淤都会在暗沟里发现塑料瓶、塑料袋，还有毛巾甚至衣物。疏通后，目前已经排水顺畅。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科普一下故宫的排水设计，以及它在历史上曾经遭遇的水灾。北京紫禁城的整体水平高度比周围地区高出约2米，这个高差决定了北京故宫轻易不会被水淹的事实。根据实际测量，故宫的海拔标高是44至46米，其中神武门地平标高46.05米，午门地平标高44.28米，纵向呈现出北高南低、后高前低的趋势，形成自然的坡降，也比南京明故宫前高后低的状况要好得多。北京故宫的整体海拔比四周高出2米左右。与此同时，明初还一次性设计建造了完整的北京故宫排水系统，包括筒子河、内金水河、外金水河等河道，总长度超过12000米，以及紫禁城内至今未全部探明的排水暗沟系统。经过对一些地区的视觉发现，后宫地区的排水暗沟呈东西对称形式，从支系暗沟流入主暗沟。西部区域的暗沟流水排入内金水河西段，东部区域的暗沟流水经过东筒子13排的主暗沟，排入文华殿以东的内金水河西段。明朝在紫禁城内沿着城墙还建有砖砌暗沟，但清朝大多被淤塞堵死，闲置不用。清代大多数时期不以乾清宫和坤宁宫为帝后寝宫，皇帝多住在养心殿，皇后住在东西六宫。为了后妃生活的舒适方便，乾清宫以西的西六宫区域进行过几次大规模改建，比如光绪10年，为了庆贺慈禧太后50寿辰，打通翊坤宫与储秀宫。前西5所也进行过大规模改造，把靠东边的3所改为崇华宫书坊斋，西2所向西向南扩建，改造成建福宫花园。这些改建工程很可能会对始建于明代的下水道排水系统产生一定的影响，截断填平了一些明代暗沟。光绪11年至光绪13年，紫禁城进行了封建王朝时期最后一次大规模疏浚工程，挑挖内金水河河道2100余米，沟渠8000余米，修葺两岸河道以及15座桥梁等等。此后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故宫的排水系统再未进行过大规模疏浚维修。清末民国时雨下大了，故宫里面也照样会被淹。纪实体小说《少年溥仪》中就有跟紫禁城积水相关的内容。溥仪幼年时，有次紫禁城下雨泡水，他跟小太监在养心殿院子里光脚淌水玩，结果当晚就觉得脚趾缝发痒，从此患上了脚癣，终身未愈。实际上，不仅清末沟渠失修后故宫会被水淹，明清京师如果遇上罕见暴雨，内城排水不畅，也照样有水淹紫禁城的记录。比如明神宗万历15年、万历32年、万历35年，北京多次暴雨成灾。所以说以北京故宫的人工垫高海拔高度，从北向南自然坡降，兴建之初完备的
河渠、暗沟、排水等设计来说，确实不太容易被水淹没。但紫禁城与北京城是共生共存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北京城出现大规模罕见的暴雨内涝时，紫禁城被淹就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了。甚至普通的暴雨，宫内某些地方出现1-2天积水，恐怕也是不足为奇的。所以大家在看一些科普视频时，也要留心，不要被恶意之人带了节奏。抗洪抢险离不开众志成城的坚定意志，同样离不开科学高效的救援手段。从无人机和卫星基站，从各类信息指挥平台到现代化抢险手段，在今年的抗洪抢险中，中国联通一系列创新科技得到广泛应用，全力守护通信生命线。8月4日，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统筹指挥调度下，一架搭载中国联通应急通信系统的YH-630空中基站大型无人机，先后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最后通信受阻的几个地区迅速升空。按照计划，无人机将在门头沟区上空盘旋3小时，帮助灾区人民与外界取得联系。无人机升空后，附近居民便先后收到短信。该系统由中国联通定制化的中型长航时无人机、小型化移动通信基站、卫星通信设备等组成，续航能力达6至8个小时，升线高度为600至1500米，最高巡航速度140公里每小时，信号覆盖面积可达100平方公里，满足256路用户同时通话、短信、上网，主要用于大型救灾通信保障，在灾区断网断电情况下，具备快速恢复移动信号能力。8月3日中午，中国联通工程师尹云明背上3网便携站，步行前往此次灾情最为严重的门头沟大台执行通信抢修任务。我身上的便携背包，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尹云明指着身上的背包说，背包整体重量只有13.5千克，内置电池，最适应这种抢险救灾场景，一键开启自动对星，3分钟即可恢复3家运营商网络。经过1小时的步行，尹云明到达大台镇。经过简单的架设调试，3网卫星基站正常工作，公网信号全部恢复。小小背包充分满足了应急所需，有效助力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为通信全面恢复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从7月31日晚，中国联通卫星应急通信产品3网便携站进入门头沟灾区开始，已为落坡岭、妙峰山、王平镇等多处受灾严重的地区提供公网信号，保障战区前指通信，协助转移伤员16位，协助打通109道路15公里，运送安家庄旅客266名。8月1日，受连日降雨影响，流经保定易县的南拒马河水位迅增，易县境内紧邻涿州的过河大桥、北关大桥附近一处本地网架空光缆线杆导断损坏，影响到易县及涿州部分地区的通信信号。接到任务后，河北联通保定线路维修中心第一时间组织抢险队伍到达现场。由于过河大桥被冲断，保障人员无法携带通信光缆跨河进行布放。经过现场讨论，最终决定采用无人机带缆过河的方式。体积轻巧的无人机就像电影中的蜘蛛侠，虽然身手敏捷，但无法直接带动通信光缆。保障人员将重量较轻的鱼线绑在无人机上，再将光缆与鱼线相连。河对岸的保障人员通过无人机送去的鱼线实现光缆跨河，仅用30分钟就完成了这一环节，大大节省了整体的抢修时间，确保受影响区域及时恢复顺畅的网络通信。自7月28日，河南多地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不少地区更是出现了洪水、山区大面积塌方、泥石流等次生灾害。8月1日，河南安阳市出现了较大洪水，安阳县广润坡等泄洪区出现灾情，大面积断网断电情况发生，情况十分危急。汛情就是命令，由河南联通、云环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及中国联通研究院组建的应急通信保障执勤队，执勤团队应河南省水利厅保障需求，执行汛期备勤及应急保障任务。搭载着空中基站应急通信系统的无人机第一时间飞抵灾情地区，迅速开展空中应急通信保障任务。与此同时，无人机飞行管控平台和省水利厅智慧水利一张网全程无缝衔接，满足了省水利厅领导对汛期和灾情现场险情的会商研判需求。
此次防汛保障任务，河南联通无人机应急保障团队采集了郑州市尖港水库、长庄水库、贾鲁河、南水北调等重点区域河段汛情信息，为防汛调度、指挥决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有效支撑了河南防汛工作开展。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